洪都拉斯共和国位于中美洲北部，在16世纪西班牙殖民之前，洪都拉斯是几种重要的中美洲文化的发源地，最著名的是玛雅文化。洪都拉斯城市科潘是玛雅人天文研究、数学和艺术的中心。公元822年后，科潘因年久失修，成为一片废墟。玛雅文化崩溃的原因尚不清楚，但人们认为农业灾害、人口失控增长、外来入侵者和内部冲突可能是科潘衰落的原因。1502年，哥伦布在最后一次探索新大陆的航行中，成为第一个到达洪都拉斯海岸的欧洲人。哥伦布以当地深邃的沿海水域将此地命名为洪都拉斯。洪都拉斯一词在西班牙语中的字面意思是深渊。哥伦布发现洪都拉斯20年后，吉尔、冈萨雷斯、达维拉成为第一个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洪都拉斯的西班牙人。西班牙人试图建立殖民地之初，当地爆发了多场土著起义。除了奴隶贸易，洪都拉斯殖民地还涉足采矿业。接近16世纪末，洪都拉斯经历的银矿繁荣逐渐消退，并陷入经济萧条。在此期间，该地区北部加勒比海岸土著群体继续抵抗殖民化。除了米斯基托人和其他土著群体之外，西班牙人还面临着与开始在洪都拉斯北部定居的英国军队的紧张关系。洪都拉斯北部后来成为英属伯利兹。到了17世纪，由于缺乏良好的港口，该地区与世隔绝，洪都拉斯成为了一个贫穷、落后且管理不善的地区。18世纪初，与法国统治者有关联的波旁王朝取代了哈布斯堡王朝，登上了西班牙的王位。新王朝在整个帝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提高行政效率和盈利能力。在洪都拉斯，这些改革促进了18世纪30年代采矿业的复兴。19世纪，西班牙的统治逐渐衰落。尽管西班牙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是法国的盟友，但1808年，拿破仑·波拿巴迫使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退位，并扶植长兄约瑟夫一世继承西班牙王位。西班牙人拒绝承认约瑟夫一世为新君主，这导致他们召开国民制宪会议，并于1812年颁布了加的斯宪法。西班牙国内的问题以及加的斯宪法提出的新的自由保障措施，在整个拉丁美洲产生了影响，引发了一系列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与此同时，在洪都拉斯，民众对流亡国王斐迪南七世政府的不满情绪迅速增长。西班牙为对抗法国而增加的税收危及了当地的畜牧业。就在此时，墨西哥革命取得了成功，这激励了中美洲独立战士。中美洲于1821年9月宣布独立，中美洲独立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1821年11月28日，墨西哥独立运动领导人伊图尔维德认为中美洲缺乏必要的条件来摆脱外部威胁，他提议中美洲应与墨西哥共同建立一个大帝国。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在获得独立后不久就加入了墨西哥帝国。中美洲与墨西哥合并不久，墨西哥就爆发了革命，这促成了伊图尔维德于1823年3月的下野。当年的7月，中美洲宣布脱离墨西哥，中美洲联合省独立后即分裂为保守派和自由派，前者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保持教会和军人的特权，并维持旧有的土地占有制度，后者则主张实行联邦制度，这最终导致联合省的分裂。1838年5月30日，中美洲联合省联邦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各州可以自由建立自己的政府。洪都拉斯自1821年独立以来至1978年，共发生139次政变，是拉丁美洲政变最频繁的国家之一。1899年，新成立的标准果品公司将第一批香蕉从洪都拉斯运往美国西奥尔良。从那时起，洪都拉斯政府开始向水果公司做出让步。很快，洪都拉斯赢得了香蕉共和国的绰号。虽然香蕉共和国的本意是指专门出口香蕉的国家，但随着洪都拉斯香蕉产业的快速增长，这个词很快就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美国作家欧亨利在《白菜与国王》一文中虚构了 Republic of Anchuria， 用来影射被美国控制的洪都拉斯。20世纪30年代，该国的 GDP 曾位居中美洲第2，但到了40年代，却跌至拉丁美洲的最低水平。保守党第5西奥、卡里亚斯、
安迪诺上台后，他与香蕉公司以及其他中美洲独裁者结成牢固的联盟。尽管卡里亚斯是一位独裁者，但在他的统治下，洪都拉斯的教育体系得到了改善，公路网得到了扩展，军队也实现了现代化。在20世纪50年代，牛肉、棉花和咖啡与香蕉一起成为洪都拉斯的重要出口产品。20世纪60年代末，洪都拉斯的国内政治局势恶化，洪都拉斯政府很快开始将经济问题归咎于大约30万萨尔瓦多移民。1969年3月，中美洲共同市场同意给予洪都拉斯特殊优惠，萨尔瓦多对此表示愤慨。与此同时，两国的国家足球队进行了3场世界杯预选赛。由于两国之间的嫌隙日深，加之洪都拉斯阿雷利亚诺军政府从1969年开始大量没收萨尔瓦多移民的土地，由此引发后者大规模的反国潮。此时的萨尔瓦多正处在经济崩溃的边缘，而大量失去土地的移民回归，无疑会加重国内的混乱。因此，埃尔南德斯急需通过对外战争的方式来转移国内矛盾，从而维护摇摇欲坠的军政府。在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北美区外围赛中，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这对宿敌不幸被分在同一组，需要通过3局2胜的比赛来决定一张世界杯决赛圈入场券的归属。1969年6月9日，双方首轮较量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举行，最终主队1-0小胜。比赛结果让客队球迷怒不可遏，中场哨声刚响，他们便冲入球场，跟主队球员和球迷相互厮打，导致场面完全失控，100多人严重受伤。而球队告负的消息传回国内后，萨尔瓦多民众陷入极度的悲愤当中，一位18岁的女球迷因伤心过度，竟然举枪自杀。在军政府的授意下，萨尔瓦多官方报纸用富有煽动性的字眼写道：“这个年轻的女孩不忍心看到自己的祖国跪倒在别人的面前。”对此，洪都拉斯的媒体不甘示弱，对萨尔瓦多同样进行攻击谩骂。6天后，萨尔瓦多利用主场优势，在举行升旗仪式时，洪都拉斯国旗竟被破布代替，其国歌也受到主队球迷的肆意侮辱。这场比赛以萨尔瓦多队获胜而告终。在6月27日墨西哥城举行的决胜局的比赛中，萨尔瓦多凭借3-2的比分再次战胜对手，从而淘汰洪都拉斯，获得世界杯决赛圈入场券。在得到寄居在洪都拉斯的萨尔瓦多侨民遭到迫害消息后，埃尔南德斯向洪都拉斯阿雷利亚诺军政府提出了苛刻的赔偿要求。在遭到后者的拒绝后，萨尔瓦多军政府在7月14日黄昏正式对洪都拉斯宣战。由于受限于补给不足和洪都拉斯军民的顽强抵抗，萨尔瓦多军队不久便被迫停止前进。洪都拉斯虽然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但自身损耗也相当大，因而使得双方战事陷入焦灼状态。据统计，在这场历时5天的战争中，双方伤亡近3000人，经济损失高达5000万美元，有大约6至13万萨尔瓦多侨民被强行驱逐。另外，由于战争导致双方边境关闭，两国航班中断达10年之久，并产生外溢效应，迫使中美洲共同市场瘫痪。战争期间，洪都拉斯的内部冲突虽有所缓和，但战后不久又再次爆发。1974年9月的飓风菲菲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这场飓风造成数千人死亡，摧毁了渔船队和95%的香蕉作物。1976年和1978年，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又爆发了边境冲突。1980年4月，洪都拉斯选出了新议会。为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洪都拉斯花了1年多的时间来起草新宪法和选举法。1981年11月，洪都拉斯恢复了文官统治。然而，武装部队继续密切监视该国的事态发展。由于债务危机，苏亚索科尔多瓦政府完全依赖于额外贷款和美国的援助。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在洪都拉斯建立了持续的军事存在，以支持萨尔瓦多和与尼加拉瓜政府作战的反政府游击队。1986年，伊朗门事件震惊美国，里根政府被爆出非法向洪都拉斯反政府武装出售伊朗武器，该丑闻在洪都拉斯引发抗议。1988年11月，洪都拉斯政府未与美国续签军事协议，阿斯科纳总统随即宣布反政府武装必须撤离该国。1990年，维奥莱塔·查莫罗当选尼加拉瓜总统后，反政府武装最终撤离了洪都拉斯。
1998年，加勒比海沿岸遭受了飓风米奇的毁灭性打击，联合国官员称其为本世纪该地区遭遇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洪都拉斯总统弗洛雷斯表示，该国50年的进步被彻底逆转。与此同时，随着萨尔瓦多帮派进入洪都拉斯，街头暴力事件日益增多。2007年，洪都拉斯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就美国援助洪都拉斯、派遣美国特种部队打击洪都拉斯东部日益壮大的贩毒集团进行会谈。这标志着美国军队在中美洲持续存在的新立足点的开始。在塞拉亚的领导下，洪都拉斯于2008年加入了由查韦斯创建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6月，塞拉亚被军方罢免总统职务，并流亡哥斯达黎加。这场经法院批准的政变立即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公开谴责这一行为。2012年，由于凶杀率上升和暴力事件频发，洪都拉斯被联合国的一份报告称为世界上谋杀率最高的国家。暴力、帮派活动、毒品交易和贫困导致洪都拉斯人移民国外。2021年11月，西奥马拉·卡斯特罗以压倒性优势赢得总统大选，她是洪都拉斯首位女性总统。为帮遭政变下台的丈夫塞拉亚复仇，她用13年时间登上了总统之位。她在首都组织了多场大游行，抗议军方武力夺权，要求允许丈夫塞拉亚回国并恢复其总统权力。由于塞拉亚被宪法禁止再次竞选总统，卡斯特罗决定参选总统。2021年，卡斯特罗第3次向总统大位发起冲击，他向民众承诺将带领他们走出深渊，让国家摆脱腐败和毒枭的控制。洪都拉斯历史学家苏亚帕·波迪略指出，正是女性在国际层面的斗争，让西奥马拉最终胜选。许多人希望这将成为该国更加包容的开端。